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跟你说，在影片开始之前要记得先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因为我们是不定期发影片的。叮叮叮，感谢包涵。你有新发型哎？对啊，帅吧？金毛狮王，吓死他的发型。你觉得好看吗？留言在下面支持我一下，谢谢。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特别的话题。从 COVID 发生到现在，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回家了，应该有1年。可怜哦，我就是你的家。我的家怎么黑黑的？没有开灯吗？谁帮我开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如果在我来新加坡的前2年，大家如果问我说，新加坡好不好啊？我都会跟他们讲99%的好话。我觉得那是因为我待在这边的时间不够久。当我今年待在这边真的有完整1年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到很多我以前没有观察到的事情。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3件好事跟3件我觉得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到的事情。讲话要小心哦。然后建设我啊，好处真的跟我以前看到的还是很像的，而且是我觉得大家来这边一定很容易发现。那我觉得第一件事，来新加坡以后就会发现新加坡很干净，很有秩序，到处都很少看到垃圾，然后房子啊或者是什么卖场什么全部都很干净，然后大家都很守规矩，你从小到大都看到很干净。你有乱丢垃圾过吗？不能在这边承认是不是？刚刚是第一件事，然后现在我要讲第2件事。当我来新加坡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里真的是太国际化了，跟我的家乡有完全不一样。就是路上有很多不同种族的人，不管是在工作或者是在外面走路，你就会一直看到跟你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然后拥有不同文化的人。这件事是非常好的，真的是让我增广视野。不要这种同样的动作啦。对，可以跟很多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或者是做朋友，然后吃的方面也非常的好，就是你可以享受到各国美食，不是只是像是日本料理、韩国料理，是真的很不一样的。比如说中东的食物、南美洲的食物，在新加坡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我就是不同文化的人啊。说我们虽然都是华人，但是住在不同地方，文化就是很不一样，肤色也不一样。没礼貌，发色现在也不一样了，哇，都不一样，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啊，怎么会唱啊？第3件事是我来这里以后真的一直非常非常喜欢的事，就是这里的天气真的非常好。新加坡就是一个4季如夏，当然因为它在赤道附近，好处是它又很少下雨。因为我以前平常住在台北，常常就是季节交替啊，或者是时不时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来过敏性的鼻炎，对啊，在这里都没有，常常流鼻涕，然后每天就是一大堆卫生纸在用。但是来新加坡以后完全没有。解决了我的过敏的问题，这是我很喜欢这里的地方。还有我们不用就是一直带伞。现在如果在台北收看的朋友应该感同身受，因为听说最近下了1整个月的雨啊，我想到就觉得很难过。下雨很烦下雨很烦，因为不能穿好看的衣服，不能穿好看的鞋子，你的鞋子一直都会湿的，包包里又要准备雨伞，然后反正就手湿湿的感觉很讨厌。讲完3件事以后，现在新加坡的观众可能就要想要杀我了。我觉得想要分享一些在这边真正待了完整1年以后，我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好啊，这个其实都有一些跟刚刚我讲的3个有点呼应。第一个的话，我觉得是虽然这里很干净，但是我发现住在这边的人有一点不自动。怎么说？比如说我们出去吃饭，在小饭中心、速食店、麦当劳啊这些店，常常看到就是大家东西吃完就会放在那里，大家不会自动自发的说我要拿去收，他很习惯的就是我吃完走了就一定会来帮我们收。其实我自己要承认，有时候也是会有这种坏习惯。我们其实，在小学、中学都有被训练，是要把碗盘放回去，然后还要分类，要分哈拉跟不是哈拉，清真跟不是清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出了社会之后，就会觉得说有打扫阿姨帮你清理。我会有这么深的感触，其实也是因为这半年来我加入了新加坡的一个义工的组织，叫做 SG Clean。周末的时候我就会去一些地方做义工。现在他们的政府会希望大家自动自发的去归还，就是你用过的碗盘。周末常常去了一些小贩中心，去分发传单啊，去告诉那些用餐的食客，跟他们说，你们吃完以后要记得就是自己自动自发把餐盘拿去那个柜子那边收好。大部分的时候我讲完以后，我再走回来，看到他们真的收了，但是也有蛮多的是我真的才刚刚跟这一桌人讲完，然后我再走一圈回来发现，他们吃完就真的还是放在那里，他们耳朵很硬，但我的心就是蛮寒的这样。
比冬天还冷。希望如果看到这个影片的人，大家以后吃饭要记得吃完以后自发归还你的用餐的餐具，麻烦大家喽。Make Singapore a better place。第二个发现的是，新加坡人好像比较少说谢谢。就算我都常说啦，他在家也是很少跟我说谢谢，他都霸凌我。没有啦，开玩笑的啦，你是我的家。反正我在外面都会常说谢谢，但我真的认为你说的很正确的。我真的说的很多，就无时无刻只要有人帮我做任何事情，不管多小的工作，或者是他们自己分内的工作，我都一定会跟他们说谢谢。我在这边观察到的，比如说我们去买东西或者去餐厅用餐，很多时候店员帮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都一定会赶快说谢谢谢谢谢谢，就好像当做一个口头禅挂在嘴巴上。但是常常我观察旁边的人，比如说餐厅人带你到你的座位，或者他帮你收了你不要的餐盘，他们就是安静而已，或者他们就继续在做自己的事，或继续跟朋友聊天。虽然这是他们分内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多说声谢谢是更好的。这一点我想说一下，看影片的你先自动自发的说谢谢，然后影响你周围的朋友们。我觉得这可能是这边的产业结构也有所影响。大部分在新加坡做服务业的人都不是本国人，通常可能都是外地来这边打工的，所以大家可能就没有那么有同理心去表达自己的感谢。做完了这些有点严重，可能有些新加坡观众已经转台。不会啦，这都是一些对我真的真心的感受，希望我们可以，因为我也是住在这边的人啊，我也是在这里工作的人，所以希望这边可以变得更好。接下来我讲第三件事比较有趣一点。刚来的时候一直很不理解新加坡人的一点，就是为什么这么渴望穿长袖。我们这里一直都是很热，好不好？有人逮到一个机会，我每次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就看电影有什么好穿外套的？很冷啊！有一次我看他去看电影，然后他就说我要穿外套，我想说有事吧？但是呢，因为这一年都大概是过了整整1年没有冬天的生活以后，我的确是开始有点想念冬天，是不是？真的，我有点想念那种冷冷的天气，然后穿一个长袖保暖的感觉。我只是1年没有过冬天，但是大部分的新加坡人他们这一辈子都没有在冬天里长时间的生活过。我逮到一个机会，可以穿冬装，转换心情的一个方式。对啊，因为每天都是穿你知道 singlet 跟短裤。现在当我跟他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我也会找一件长袖来穿。虽然这有点不环保，但是今天已经分享完了3件我热爱新加坡，跟3件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改进的地方。看完影片的人请不要生气，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你们喜欢新加坡跟觉得可以改进的地方。这就是我们2020年最后一支影片了，也感谢大家在2020年的支持，让我们在2020年突破了100万的观看，耶！谢谢大家，真的是在疫情之中意外的收获。欢迎你们留言在下面告诉我们，你们在2021年想要看到我们什么更多不一样的内容。最后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因为我们是不定期的发影片啊。还有要看10次，拜拜。我要跟黑发说拜拜。30分钟过后啦 ，Hello 金宝。很白哦，有点紫紫透透的感觉啊。变色。新的头发。嗨 Hello， 吓一跳吧？头发很丑哎。屁啦。